急啊！排好队，排好队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走。啊，我们俩呢是从北方来的药商，想进购一批洋药回老家。听说这可丽琳卖得好，而且只在你们家卖，所以我们就想来打听打听情况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公司有规定，这可丽琳啊不分销。您看这么多排队的人，每人只限购4盒。那我还想再问一下，咱们这个华威药店是远东公司旗下的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我这边还比较忙，这么多客人我得招呼。2位请便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请。看来这个可丽琳不允许分销，而且只有在这家华威药店才能卖。这个药店又是属于远东公司旗下的，看来他们是要憋把大的呀。接一下。周立明啊，最近天天练习备赛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嗯？我既然决定要参加比赛，那冠军就一定是我的。好了，现在有消息了，谈判明天可以重新开始。这样，你和我一起去，一则保护我，二则还可以例会旁听啊。我去有意义吗？你说什么？既然我改变不了谈判的结果，那我不如专心改变比赛的结果。程立明，你现在就这么爱跟我抬杠吗？王爷，崇立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先生。王爷，我去准备一下出行的车辆，您稍等。阿姨，哥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哥好得很，你小子越来越有样了。嗯，来，哎，哥那海报看了没？帅不帅？哥现在是中国的选手，力量的代表。只要哥在擂台上把那些洋鬼子全部打趴下，哥将会是民族英雄。你不替哥高兴？你不觉得我现在在做大事吗？哥，现在真正的大事是双方和谈。我知道，不是明天再开始开会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哥，原本这次会议中你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你是燕氏藩的藩主，你还是王室贵族，可就因为你在四川伸张了正义，保护了平民，你看看朝廷都对你做了什么？革你的职，降你的爵，这样的朝廷还值得你为他们效忠吗？你能不说这个吗？为什么不说？武昌起义以后，这天下再也没有不公平、不公道的事情，老百姓每天都会过得幸幸福福的。哥，这不就是你心目中希望的世界吗？能不说这些了吗？我真的听不惯。我知道你不爱听。哥，离开朝廷吧。我不爱听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德齐王爷说了，9点钟在楼下集合，去市政厅。你怎么了？刚才去见谁了？阿义，阿义。没想到他现在在我们的对面阵营里。你刚才去见阿义了？这小子长大了呀，穿上军装，还挺威风，像个军人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他早就回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？他现在是南方政府的人，保护着他的苏先生。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两个不同阵营的人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心烦。放心，我会为你讲的。来，威廉，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咱们 VIP 室。走。OK。请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楼上是 VIP 贵宾室，请问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？他为什么不上去？他是我行的贵宾。怎么才能成为你们行贵宾？您只需要在我行存款100万英镑或以上资产，就有资格成为贵宾了。100万？对。回去得告诉爷，告诉爷。你带钱了吗？没。我跟你说啊，赶紧回去告诉爷，这事他必须知道，他不能就这么被比下去。更何况，这么好玩的事，咱们怎么能错过？哎，走。我先说一下这个可丽莲的运作模式，每周送1次货，先从码头运过来送到仓库，然后通过中文的包装跟加工之后，它就变成了可丽莲，之后分别送到各个分销仓库，最后到药店。这可丽莲是正规的处方药，只有在远东旗下的华威药店才有的卖。它在各个华威药店供不应求，奇货可居，上市没几个月，就稳居各类药物的销量榜首。奇怪的是，这可丽莲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比鸦片的价格还是便宜很多。这么说，洋人在药店大规模铺货，就是为了把鸦片给比下去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问过老板，他说可丽莲这药不分销。没错，他们是想通过扩大华威药店的连锁规模，在市场上形成市场垄断。也就是说，从今以后全国都会布满华威药店。没错，洋人让药店开遍中国，把所有的药店全部都挤死，在中国就只剩下华威药店一家独大。也就是说，洋人今后赚的利润就不仅仅是可丽莲的利润了，今后所有的药品的利润全部都归他们。如果我们以后想要买药，就只能去那家店了。那他们不就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吗？药品的利润这么高，那到时候整个中国的医药行业不就全都给洋人垄断了？这野心可够大的啊！艾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可一心，利威廉那边怎么样？他去了趟银行，
可惜我没办法进 VIP 厅。银行的人告诉我说，只有存款达到100万英镑的时候，才有资格成为他们的贵宾。看来这小子因为可丽琳发了一笔横财啊！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可丽琳的问题了，洋人的野心昭然若揭，想要挫败远东公司，就必须要有实证。好，那我就去找大学医学院的教授，请他开一份权威的报告，来证明可丽琳上瘾的危害性。这事儿交给你了。明白。今天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儿。什么？我俩今天在租界碰到了一个博彩投注点，你猜赌的是什么？赌的就是万国争雄大赛的冠军。还有这种赌局？是啊，我们留下来看了一会儿，赌的人还挺多的。不过，这个投注点是在租界，怕是洋鬼子开的吧？我是问我的赔率是多少？爷，我说了，您可别生气啊。你的赔率最高，竟然比大乔的10倍还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家听好了啊，这帮洋鬼子居然瞧不上爷，给爷这么高的赔率，那咱们就都压爷赢。等爷赢了的时候啊，赔死他们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有多少钱出多少钱。那肯定的呀，我先押500两。我100两。你才100两？100两怎么了？你呢？你出多少？爷的事儿我当然有多少出多少了。哎，葛彦先，你呢？我呀，我随平均数吧。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大家都想看你支持我的诚意有多大。程一鸣，私三也就算了，你不会也这么在乎这些形式吧？形式怎么了？形式也很重要。你不会1文钱都不出吧？不出。你太小气了。是。那这样吧，大家平均投入，每人100两。哎，那赶紧趁热打铁，赶紧买去。走。走吧。走吧。一个一个的开，啊，好，行了。哎，你呢？哎，拿钱。好，等会儿啊。闪开！哎，100两，崇利明。啊？哟，哎呀，好嘞，100两，崇利明。什么呀？我也跟100两，崇利明。这人疯了吧？我跟他们一样，100两，崇利明。你们怎么想的？不了，你买错了。你看这样子能赢吗？崇利明500两，我就赌他赢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更不会让你们赔钱。我就是这次代表中国出战的选手崇利明。我知道这次的比赛一定会很艰难，其他的几个外国选手都是1等1的高手，但是我崇利明既然选择来了这个地方，我就不能看着洋人在我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。我会用中国功夫堂堂正正赢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万国争雄大会只有中国一枝独秀。老板，这100两，50两崇利明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叫这么大声？还有那50两呢？压热门的大乔。哦，大乔，好。不是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搁？哎，你们不懂，我这样压是有道理的。你说，这50两是情感上支持咱爷，另外50两压热门的大乔，这样你说，
万一大乔要是赢了，咱们起码不赔钱啊！你小子，你够鬼的呀！你说是？不是你等会儿，等，你先别谢。我都调查过了，这些博彩公司的投注点就是这段时间开的。粗略的调查了一下，公共租界10个，法租界10个，华界12个，每一处都受青帮势力的保护。虽然上海青帮在租界的势力很大，但能开这么多个，一定跟洋人脱不了干系。照这么说，这些投注点很有可能是洋人和青帮合开的。你说会不会可丽琳也和青帮有关啊？这倒是个调查的新方向。也许青帮一直表面上和我们一起合作调查可丽琳，可私下里却一直跟远东公司勾结。难怪我们一直推进的这么慢。这事回来必须跟我哥好好说一说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玛丽小姐，这是南方的陆安瓜片，绿茶中的品牌呀，您尝尝。清香高爽。嗯，好喝。好茶呀。哎呀，玛丽小姐，你年纪轻轻，没想到对茶还有研究啊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。我从小在上海长大，对茶自然有所了解。嗯。德启王爷，哎，你们这2天谈得如何啊？哎呀，这些南方代表啊，居然联合起来要逼皇上退位，这怎么行啊？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向贵国求助啊！王爷说笑啊，这是你们的和谈，我们英国政府可左右不了什么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玛丽小姐，这是？您打开看看，看看。这只玉如意呀，原本是老太后下给造办处的单，可是没想到匠人们还没做完，老太后就宾天了，造好这东西一直留在宫里。如今呐，我托人辗转把它找出来，特地送给玛丽小姐，图个新鲜。您若喜欢，那是我们的造物，不是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能随便乱收呢？玛丽小姐，我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知道你们之前见过苏先生了，而且谈得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王爷消息可真灵通啊！我知道，国与国之间签的条约呀，是牢不可破的，不可动摇，对不对？哟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清政府还挺讲契约精神的。嘿，感情。玛丽小姐，只要未来我们大清国还能说得上话，就一定会遵守所有的条约，永远不变。嗯？那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？这是上面的意思。啊，玛丽小姐。姐，你别担心，哥应该是被什么事给耽误了。王爷留步，再会。玛丽小姐，那玉如意，到时候我派人给您送过去。啊，请。杨雨初。怎么只有你们？崇立明呢？他正忙着备赛，准备在擂台上打倒你们这些洋人选手呢。我们洋人选手的实力没一个好惹的，小心别让他输得太难看。那是你不了解他，我告诉你，崇立明一定会赢。
好，那我们走着瞧。店里限购，每人只能买4盒。原来这药是你买的。这药是我买的，我吃。撒谎！那你想怎么样？大猫，这药是他给我买的，我早就上瘾了。什么时候染上的？当年在董连海那就染上了。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毅力，戒不掉。多孕折磨得我很痛苦。后来我发现了可丽丽，吃了它，似乎能缓解我的痛苦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它更恐怖。吃了以后，完全戒不掉。跟我走，我帮你戒。我要戒早就戒掉了，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毅力。你可以。我知道怎么戒这个东西，我尝试过，我也成功过。相信我，给我点时间。走。疼吗？没事儿，紧点好，免得待会儿挣脱开了。过不了多久，你的毒瘾就会犯，你会感到很痛苦，很难受，难受到你想死。但是你记住，忍过头一轮，就相当于成功了一轮。我保证，你出去以后绝对不会后悔。没想到你这么相信我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怕我这个时候对你图谋不轨吗？你出去。放心吧，你虽然长得漂亮，但不是爷喜欢的类型。不喝，谢谢。花九清，每隔半个时辰我会过来看你一次。不管你有多难受，我都陪着你。就3天，只要这3天过了，我们就赢了。我陪你。雨初，喝水。那个爷是为了花九清好，才带他来这儿戒毒的。哎，就这么把人关着就能把毒给戒了呀？啊，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，这叫做强制隔离戒毒法，会产生戒断症。什么是戒断症啊？所谓戒断症，就是指长期用药成瘾的人，在突然终止用药后产生的一系列体征，比如
焦虑、失眠、流泪流涕，甚至瞳孔扩大、体温升高、腹痛腹泻等等。但这些只是早期的阶段症状，随着身体的逐步恢复，人体对毒素的降解和排泄机制将减低，会逐渐的恢复正常。那就是说，这人要是挺过去了，毒就戒了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实际上，很少有人能扛过去。那要是挺不过去呢？最坏的结果就是自杀。周一鸣，周一鸣。周黎明，慧姐是怎么对你的？上次要不是我，你就死在董公公手里了。还有这次，你比赛是谁给你掏的钱？你不会眼睁睁看我这样？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？是朋友，你能忍心看我笑吗？是朋友更不应该给你。周黎明，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？你不应该这么对我，我待你不薄。我求求你了，周黎明，你个混蛋！我是金榜太子爷，那你信不信我出去杀了你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觉得吧，爷这么做不是很妥当。就这么把人家太子爷给绑回来，青梦要是知道了，可不得闹翻天。花九卿要是在青帮堂口，他一定戒不了。姐，我可是在帮你说话。当初我和崇黎明从董府逃出来，他没少帮忙。崇黎明的意思我明白，如果这次我们不伸出援手，那他这辈子都完了。可是他……别可是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该下去！周黎明，放了我，老子是青帮太子爷。花九卿，我告诉你，戒毒有多难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亲眼看着我戒掉了。就3天，我能做到的，你也可以。雨初，我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你。
那查了太和洋行仓库之后呢？太子爷就吩咐我去做别的事了。在这之后2天，你再也没有见过他？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真不知道。金先生，你去吧。是。先生，这家伙在骗你。是吗？太子爷住进了理查饭店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青儿为什么要住进理查饭店呢？他和崇立明住在一起。先生，大毛当面欺瞒您，这样的人要不要？他这是为了让青儿不受我的责怪。他能这样忠心的护主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对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之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主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正好青儿不在，我本来让他替我去参加明天的抽签仪式，那你就代表我去吧。哦，是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哥，坐。那个教授一听说要化验可丽琳，不干了。他说他不想跟洋人对着干。算了吧，这种事太危险了，别把别人牵扯进来。看来现在最大的困难，就是缺少权威的药理报告，证明可丽琳是毒品，把它的危害公之于众。哎，那天李威廉是不是给你们看过一个海关批文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都说什么了？就是说什么可丽琳是英国进口药品，经海关药检药性合格，准许在境内销售之类的。没了？没有了。这里边肯定有问题，哥，他没跟你们说全呀。什么意思？据我的经验啊，像这种海关批文里面都会附带一个药检报告，这个药检报告上会明确的写着这类药品的化学成分。也就是说，这批药肯定有问题，他们在刻意的隐瞒这个药品的化学报告。他要没问题的话，他藏什么呀？那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份药检报告。可是它会藏在哪儿呢？像这种药检报告一般都有2份，一份在海关，正常另外一份应该就在太和洋行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就分别去海关和太和洋行，把这份报告给偷出来，这样就有线索了。去海关偷怕是不太现实，这种官方机构，咱们很难混进去。进。你叫酒了？没有。啊？各位，这是远东公司送给大家的，后天就要比赛了，希望我们中国选手能够一举成功。哟，这远东公司还真够大方的呀！不会想在比赛前毒死我们吧？那就不打扰各位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，不要忘了参加明天大赛的开幕式，地点就在1楼的宴会厅。告辞。这远东公司可以啊！啊，不说都忘了，这么快就要开幕式了。程立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们说，爷怎么还不下来啊？我去叫他。哎，别，姐，爷说让他俩单独待会儿。哎，你们觉不觉得爷现在对那个花九卿，比对雨初还好？你小子说什么呢你？好了没有？人呢？上面。催着点，楼下快开始了。你们盯着点，我去会场看一眼。好，去吧。怎么还不下来？要没有？周围呢？你已经很棒了。明天过了，就是第3天了，我们就成功了。你比我想象的坚强很多。我要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你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记得敲门啊！拥抱停格在转身间，总有新的路要赶。话语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。背对世界，面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。我回去自己接，我自己接。谈是非因果，轮回里苦容逃不过。一切都会好的。你像人卷起千层风波，我要死了！我愿意陪你不放逐，我恨你！心过客，日梦难可，花开又花落。我笑容里不藏出我，我拱手余生的云交锋，而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。